母亲在天有灵，夫君今日得以登基，还望母亲保佑夫君身体康健，国泰民安。娘娘不愧是天生凤体，自从三皇子娶了你，短短3年便登基称帝，夫人在天之灵一定甚是欣慰。圣旨到！定是封后圣旨，娘娘苦尽甘来，终于要母仪天下了。跪下接旨。皇上特赦过娘娘免跪的，公公莫不失望了。这是圣上的旨意，难道娘娘要违抗皇命？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丞相霍兴昌大逆不道，意欲谋权篡位，或申一门诛9族，斩立决。钦此。娘娘，相府的圣旨于1个时辰之前便已送到，皇上特命老奴再为您宣读一番。如若现在上路，或许能赶上全家团圆。娘娘，皇位，帮助他走上高位。他登基第1日，居然是图我相夫满门。爱妃是对孤准备的礼物满意吗？孤今日备上10里兵，前去京郊营取往，结果等我到时，至于枯骨一具。原来你是在怪我，当初将他逐出相府之事。都怪你这个毒妇！若不是你将他赶出相府，他又怎会香消玉殒？我和婉儿情投意合，是你生生逼死了他！我呕心沥血为你筹谋，可换来的却是我满门抄斩。多明情，多狠毒，我不及你万分之一。是流转在你眼眸，就给婉儿陪葬吧！娘娘，来人，剑臂一并拖下去杖毙！是。放开我！走。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遍一遍。你的女得了天下又如何？我自来陪你了。祝他登基，他却图我满门。若有来生，我必不嫁他。只是当年大婚之前，我死于年轻通欢之日，重生了。哥哥今日精力怎么这般旺盛？怎么，贤哥哥刚才太卖力了？不知这话，明清哥哥是否也说与姐姐听？怎么能拿你跟那个木头？谁？
三皇子真是好雅兴，连3日之后的大婚都顾不上，在这里跟霍思婉卿卿我我。姐姐这般盯着，难道是想学习日后如何服侍夫君？若不是母后定要我娶她，碰她一下我都觉得恶心。我想娶的是你。明清哥哥这般宠我，姐姐该不会吃醋吧？打了他没打你是吧？霍少英一向温文，怎么现在好似变了一个人？姐姐，你打我没关系，可明清哥哥是三皇子，你可不能这样不顾及他的脸面啊！霍昭音，看在3日之后你要嫁给我的份上，今天你给婉儿磕头认错，我便不怪你既然如此喜爱霍思婉，那我便成全你们。3日后，你就娶霍思婉过门。你说什么？我不嫁了。嫁？你想嫁谁呀？你休想！休想什么？皇后娘娘，你去把皇后娘娘请来，说我母亲托梦，很是想念她。是，小姐。母后，您怎么来了？茵茵，你受委屈了。今天本宫定帮你出了这口恶气。来人，把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拉下去，杖毙！母后，是儿臣肆意妄为，跟婉儿没有关系，还请母后明鉴。本宫苦求多年，才求来你跟茵茵的这门亲事。这个卑贱庶女，竟敢学着那些勾栏弃子的伎俩勾引，简直不把本宫放在眼里。还愣着干什么？让本宫亲自动手不成？都别动！母后，今日若要伤她，就从儿臣的尸体上踏过去。穆明清历来对皇后言听计从，今日为了霍思婉，竟敢顶撞皇后。你竟然为了一个庶女，忤逆于我！皇后娘娘，气大伤身。既然三殿下与庶妹情投意合，那昭音愿意让出婚姻。逼你去求全。今天本宫一定帮你做主。皇后娘娘，昭音心意已决。况且，三殿下的心思并不在昭音身上，与其纠缠下去沦为笑柄，不如成全一段佳话。霍思婉亦是相府之女，与她成婚，也是与相府联姻。怎么回事？霍昭音明明爱惨了我，怎会把婚约拱手相送？虽是同为相府女，可你是嫡女，更是天命凤体。婉儿娶了你，便是未来的君王。她是一个卑贱庶女，如何与你相比？母后，这都是那些道士的风言风语，您不能被骗呀！住嘴！国师向来算无一策，岂容你在这儿胡言乱语？母后，您就是被霍昭音这个小人蒙蔽蛊惑，这辈子我非婉儿不娶！荒唐！堂三皇子，竟被一个狐狸精迷了心窍，简直是大逆不道！你简直要气死本宫！母后，此话当真？
当真如此，梦中种种皆已应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便依你，下不为例。谢母后。谢皇后娘娘。茵茵，让你受委屈了。哀家随后命人送上赔礼。你放心，今天之事，本宫定会给你个说法。就依娘娘，赵英告退。谢母后。哼，奉命嫡女又如何？最终还不是沦为弃妇。霍昭嫣待我当上三皇子妃，今日之耻，我定百倍公还。小姐，您当真将这婚约让给二小姐？三殿下可是最有希望成为储君的皇子。我选他，他才能是储君。我若不选他，他便是弃子。更何况我心中已经有了想嫁的人。定是三殿下的行径惹怒了小姐，不知道是哪位公子这么好运？摄政王。摄政王？小姐，全京城都知道，那摄政王是将死之人啊。我选了他，他自然能活。哦，大小姐，三皇子来了。霍昭嫣，昨日之事，你到底有何图谋？三殿下何出此言？你为何喊来母后，让我颜面尽失？你到底安的什么心？皇后娘娘只不过是找我叙旧，是你们动静太大了，惊扰到了她。三殿下莫不是以为我是故意找来皇后娘娘，让你难堪？巧言令色！霍昭嫣，你别装了，明明上一世……殿下所言为何？上一世，陆明强竟然也重生了。没什么，霍昭嫣，我可警告你，婉儿不是你可以随便欺负的。如若你识相，就乖乖去给婉儿磕头赔罪。念在以前的情分上，2月后我会上门迎你做个贵妾，日后待我登基，你便自然是贵妃，如何？陆明清，你也太自以为是，你真以为我要嫁你？3日后，我将另嫁他人。欲擒故纵的把戏，无趣之极。霍昭嫣，日后如若让我知晓你因为嫉妒我而伤他半分，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哼！若是千年已重生，他怎么定非他不可？等我多写摄政王，所有的一切都将改变，包括皇帝的人事。国师命你带走王爷，可曾提到解毒之法？回太妃，国师说唯有找到天命凤体之人，方能走。启禀太妃，京中早有传闻，相府嫡女霍昭嫣便是国师批命的天命凤体，只是什么？快说！只要能救婉儿，纵使要哀家以命相抵，也在所不惜。只是相府嫡女5年前便与三皇子殿下定了亲，如今只怕已成定局。难道婉儿就要命丧于此了吗？太妃娘娘，萧府大小姐霍昭嫣求见，快请她进来。你的眼眸装满了世界，你的身后永不是长天，厮守。见过萧太妃，快请起，不必多礼。请萧太妃做主，为我和王爷成婚。成婚？
哀家早就听说你与三皇子婚期将至，3日后便要大婚。我与三皇子的确有婚约，可昨日我撞见他与我的庶妹苟合，赵爷已将婚约退回。三皇子竟然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不要也罢。只是我儿命悬一线，生死还未可知，你愿意嫁？昭音愿意。昭音命带吉祥，能为夫家消灾解难，与我成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太好了，这门婚事哀家允了。王府必以最高规格迎娶，即便日后我儿身故，哀家也绝对不会亏待你。只是国师说，要救我儿，需阴阳相合。霍姑娘待字闺中。昭音愿意。好，好，好，传令下去，今晚王府宵禁，今夜连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来。萧太妃，昭音还有一事相求。茵茵大可直说。还劳烦太妃将摄政王已过世的消息公之于众。这是为何？依你，谢过萧太妃。那哀家就不打扰你们了。今日之事，事出有因，若有冒犯之处，还请王爷见谅。大小姐，请留步。多谢霍大小姐，太妃亲令，3日后王府上下定盛礼相迎，绝不让您受半分委屈。听说了吗？摄政王因病过世，3日后就会安葬。看来日后这南国皇帝必定是三皇子了。是啊。司婉先提前恭喜明庆哥哥。这花灯看着不错呀。宝，放心，待我登基，这皇后之位必是我儿女的。在这里都能刻上霍昭音这个贱人，看我怎么对付你！明清哥哥，等我一下，我去就回。好。娘亲，这是什么？这是给已故亲人的信。那我们给外祖母也写一封信吧。好啊。音乐，这是娘特地求来的姻缘纳福之物，大师说很是灵验，能保你姻缘遇良人，万事逢凶化吉。谢谢娘亲。母亲在天有灵，女儿得以重活一世。这一次，女儿绝不会重蹈覆辙。哟，姐姐还有脸出来放河灯啊！现在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你被明清哥哥退了婚，我要是姐姐，早就羞愤自尽了。与人私通，被当场捉奸的人都没有羞愤自尽，你又何须寻死？霍昭音，你明知明清哥哥倾心于我，还故意带皇后娘娘前来，存心让我丢脸。你若没做阿扎事，我怎能算计你？说到底，你不就是妒忌明清哥哥倾心于我吗？可惜呀，现在婚约尽毁，可怜又可笑。我弃如敝履的垃圾，亏你还视若珍宝。霍昭音，你清高，你了不起，
不过我马上就是尊贵的三皇子妃，将来还会是皇后。你若是识相的话，现在跟我磕头认错，这样将来我要是当了皇后，念在姐妹之情上，还能赏你一口饭吃。要我道歉？切，你配！霍昭音，我让你猜猜，若是我现在落水的话，明清哥哥又会怎么对你呢？婉儿，把他给我拉上来。是。这么迫切的下水救人，昭音，你竟敢加害于婉儿！三殿下是眼瞎了吗？这么拙劣的把戏都看不出来？我原本是想过来给姐姐道谢的，没想到姐姐却误会我在向她炫耀，这才弄急了推我下水。都是我不好，不该过来惹姐姐厌烦。霍昭音，既然你喜欢放河，那你就去河里好好放吧。陆明清，你明知我不会水。来人，给我在这儿守着，让霍大小姐在水里面好好反省反省。是。坠落星海里的光，揭开伤疤我真相。这里是摄政王的房间，是摄政王府的人把我救回来的。母亲说过，璎珞未婚祸福，万一断，祸福难料。我得赶紧去把它修好。哎，霍小姐，您怎么下床了？您身子未愈，后厨特意给您安排了燕窝汤，您尝尝。谢谢您，麻烦你转告太妃，感谢她的搭救之恩。昭音现在有急事，改日定当登门来致谢。哎，不是娘娘，是王爷。霍昭音呢？王爷，小的无能，霍小姐她走了。霍小姐，这是您的手串，已经修复好了。谢谢，这手串对我太重要了。明日便是我们大婚，府中准备的首饰还全是庶女规格。婉儿，今日这店里只要是你看上的，便全都要了。当真？当真。就算你看上哪片江山，本皇子也都娶给你。明清哥哥最好了。所谓真命天死，死不瞑无妨。霍昭音，如果出身三皇子妃，你的苦日还在后头。姐姐，怎么有闲心来这霓裳阁？是不是心中还在惦记明清哥哥？让开！明清哥哥，姐姐手上的手链好漂亮，我也想要。你想要，我便送给你。人可以走，手串留着。三皇子，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若是你喜欢，大可以看看其他东西。婉儿看上之物便是她的，少废话，拿来。哎呀，这手串做工如此低劣，这种下等品还是留给姐姐合适。就像这种垃圾，你去当个皇后？霍昭音，你找死！既然你这么宝贝这手串，
那你就用嘴一颗颗把这些璎珞捡起来。如若不然，我便将你这些破珠子全部焚烧殆尽。我要比你显得更无情，再上一场病，也明是讨来的公平。我要带着爱意恨着你，妇人就美化你罪行。我要抱着玉锦手伶仃站。三殿下，我现在可以拿走我的璎珞了吗？姐姐还真是痴情之人啊，如此舍不得这姻缘之物。莫不是还盼着嫁给明清哥哥呢？这是赔给你的谢谢。你既如此珍惜这手串，心里怕不是想嫁我都想疯了吧？只可惜我心里只有婉儿一人。今日霓裳阁的所有物件，本皇子全包了，通通给我送去丞相府。图我满门，或是一门诛九族，斩立决，害我性命。下去给婉儿陪葬吧！凭什么觉得我还想嫁给你？哀家答应了茵茵，今日摄政王府娶她过门，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是，母亲。新郎到！哇，两世为人，我终于能娶你为妻了。小姐今日可太美了，扶我出去吧。恭喜啊！恭喜恭喜呀！老天爷，两个，有2个新娘子！啊，老天爷，有2个新娘子！什么情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好像是相府狄大小姐。大婚之日故意穿上喜服，这是要三皇子连她一起娶了吗？就是啊。姐姐，我知你被退了婚，心中多有不快，可再怎么样也不该逼着明清哥哥当众娶你。霍昭仪，你疯了！你今日当众穿成这样，是想逼我娶你不成？霍昭仪，你也配跟婉儿一同过门，嫁给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谁说我要跟他一同过门？我要嫁的是摄政王。霍昭仪，你为了嫁给我，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呢。摄政王早已经是死人一个，摄政王府也已经连着摆了3天的白事。莫非你是想嫁给摄政王陪葬不成？我看姐姐就是找个理由，想要抢我的花轿。明清哥哥，我丢了婚事不要紧，你丢的可是皇家的颜面啊！霍昭仪，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给我拿下！是。不准碰我家小姐！是我的贱婢，张嘴！云堂，三皇子好大的威风，这里可是丞相府，三皇子平白无故对我出手，就不怕我爹赈灾回来猜你滥用皇权？远水救不了近火，更何况我为君，你为臣。别说我只是将你关押，就算我当场杀了你，父皇也不过是罚我2年的俸禄罢了。此乃先皇御赐鎏金匕首，见此匕首如见先皇。今天我看谁敢动！此乃先皇御赐鎏金匕首，见此匕首如见先皇。我看谁敢动！
这是当年先皇赐我的鎏金匕首，等同尚方宝剑。今日我将它赠予你，若有人胆敢欺负你，尽管拿出来。谢过太妃娘娘。不可能，明清哥哥，姐姐从未见过萧太妃，怎会有此物？定是她提前做了赝品，想以此胁迫你娶她。好啊，诡计多端的女人，竟敢骗本皇子！霍昭音，几日之前我便同你说过，2月之后可迎你过门做贵妾。没想到你这死偏偏挑了今日跟婉儿请婚。霍昭音，真是下贱！水手，我要嫁你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真当本王是死人吗？吉时已到。三皇子殿下，吉时快到了，您看这……明清哥哥，别因为姐姐在耽误了吉时。来人，把他一身皮给我扒了，不许他踏出相府半步。是。霍小姐，三皇子有令，还请您乖乖配合。别碰我家小姐！您看，贱婢，活腻了！别过来！霍小姐最好想清楚，三皇子即将继任太子，您若敢抗拒，怕是担不起这诛九族的罪责。我要出表姐！别碰我家小姐！那若是本王呢？参见摄政王！参见摄政王！动他者，杀无赦！摄政王饶命！摄政王饶命啊！他竟然死了！你还好吗？为安常，满天血色见斜阳。风山无云，其他火山这不很委屈？今日你是本王的王妃，让他们看，本王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是谁的人妻。风山无云，蓝线难挽，线于魂上，一袭逝去对不忘，人依然却在后日月晚霞。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那是摄政王，这下连全京城的夫人都要羡慕王妃了。是啊，摄政王府的仪仗队，定是萧太妃求了个婚招，找了哪家小姐出席？新郎官设花轿。娘子，请。诉说到底，垂暮而你轻抚上，哎，王爷，您还没跨火盆呢。王妃是本王的吉星，不需要火盆这种晦气东西。王妃真是好福气啊，得王爷如此的美。是啊，这恐怕全京城的夫人都会羡慕王妃呀。原来女子成亲是可以不跨火盆的。别人家都是一个火盆，怎么到了三皇子宫中摆了3排火盆？这不是成心欺负我们家小姐吗？三皇子说了，或是骄横跋扈，便让这3排火盆去他的锐气。
省得将来扰乱后宫。无碍，云堂。三皇子妃，请吧。错过的一天，错过那一夜，放不过自己，放过了永远。一拜天地，翻山越岭寻一个你，二拜高堂，不负相遇，不负我偏向苦海去，只为图你。前世成疾，无人接济，我自己下降，而这一世却有人将我护在怀中，生怕我受到半点委屈。听说没有？今天不仅是三皇子殿下大婚，还是摄政王的大婚之日。好像是因为三皇子妃抢了自己姐姐的婚约，才导致姐姐嫁到了摄政王府。三殿下真是眼瞎了，放着天生凤体的姐姐不要，偏偏选这么一个庶女。唉，摄政王府的仪仗队，真的是摄政王？不可能，前世这个时候皇叔已经死了，更何况我已经派人守住了霍昭仪，他如何出得去？明清哥哥，大家是不是都不喜欢我？要不你还是去找姐姐吧。霍思婉是我陆明清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三皇子妃，我看谁敢在这里胡说八道。青儿，你可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儿臣自是记得，等婉儿过门2月之后，儿臣自然会迎娶霍昭。霍昭音已嫁入摄政王府，你可知道？不可能，皇叔已经死了。母后切不可听信这些小道消息。3日前，摄政王就大摆白事，霍昭音应该没有理由蠢到做一个陪葬新娘。明清哥哥，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哪里比得上你姐姐半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哪里比得上你姐姐半分？母后，你这是……这哪里是三皇子选的他呀？分明就是他勾引的三皇子。哎，真看不出来，这家风严谨的丞相府竟然也能养出个听说这霍思婉是丫鬟下药爬床生出来的。明清哥哥，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也不知道母后为什么要打我。三皇子妃还未过门，老奴来教教你宫里的规矩。母后这是何意？今日我与婉儿大婚，难道在今日要让婉儿丢了颜面不成？哪位妃子入宫不学宫中规矩？她虽是丞相府的庶女，可是这规矩不能落下。规矩的事，我日后定会教育婉儿。但今日是我们的大婚之日，切莫因为这些事耽误了吉时。好，依你。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三皇子妃初入皇宫，不懂规矩，好好教教她。是。王妃，这是王爷命小的给您送来的吃食，王爷让您别饿着。前世我与陆明清奉旨成婚，我饿着肚子苦等一夜，也没有等来陆明清。三皇子妃不可丢了皇家仪态。嬷嬷，我家小姐已经等了5个时辰了，求您给点东西吃吧。大胆贱婢，还敢教我做事！云堂，小姐，三皇子妃这般体弱，将来还怎么为皇家生养子嗣？
开枝散叶。你个老妖婆，敢打我！再怎么说，我也是丞相府的大小姐。我管你是谁，来了这里就必须听我们的。三皇子妃，切莫乱动！好你个老不死的贱婢，一而再再而三的爬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不给点颜色，我看你是分不清谁是主子。老奴奉娘娘之命前来教你规矩，你竟敢对我动手，你就不怕皇后娘娘治你的罪？我是明清哥哥心尖上的人，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护着我。不信，你就等着瞧。怎么回事？明清哥哥，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张嬷嬷来的婚房，不由分说就把我打一顿，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惹母后和嬷嬷不高兴了。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小贱人！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教三皇子妃规矩，老奴不过略施惩戒，三皇子妃便要对老奴动手。三皇子妃倒是端庄大气，规矩懂礼，就是这身子骨也太虚了些。上一世张嬷嬷过来，并未横生枝节，还说霍昭音懂礼数，为何今日却对婉儿颇有微词？够了！婉儿如此乖巧，又怎么会对你主动动手？今日是我和婉儿大婚，你却三番五次的为难婉儿，还不给婉儿道歉？道歉？老奴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三皇子妃颠倒黑白，三皇子看不清楚，此事便将由皇后娘娘定夺。告辞。哼，一个奴才还敢和我斗？明清哥哥，春宵一刻值千金，不要被不相干的人扰了雅兴。我在想些什么？婉儿才是我爱了2辈子的女人。阿音，我竟然真的娶到你了。阿音，我竟然真的娶到你了。王爷说什么？没什么，夫人等急了吧？陶官臣，怕你等久了受累。书中常听本青色和你，款款落笔也多情。举案齐眉唱一段，如梦佳期，几番往白首同行。自今忘却今夕是何夕，模糊了夜色荏苒烛影。隔岸灯火阑珊，烟烟不停。我与摄政王的亲事，本就是我强求来的，就要借用摄政王妃的身份复仇，那有些事还是早些说清楚了。今日之事，多谢王爷。为何言谢？维护妻子是为夫的本分。可这门婚事是昭音谢恩求报而来，昭音自知不够光明磊落，不敢一直霸占摄政王妃之位。
哦，那你当如何？昭音愿与王爷合作，我帮王爷解毒。王爷，助我完成3件事。我保证，这3件事不会伤及摄政王府的利益。事成之后，昭音自请与王爷和离。他竟要与我和离？我不过是帮他解毒，王爷却要被迫娶一个陌生人做王妃。我还让王爷帮我做事，他定是觉得我得寸进尺了。昭音自知此事是我占了便宜，除了解毒，王爷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行，但我有个条件。王爷请说。你必须帮我彻底根治。没问题。听母妃说，我身上的奇毒需要与阿音阴阳相合7749次方能根治。不如阿音现在便替我解毒。是，王爷。换我什么？夫君。深渊之中，时空轮转，心在呼唤。黑暗中，只有你为我照亮。回望中，奈何你。母后，儿臣带婉儿来给母后请安。儿媳问母后安。改口茶都没奉，就改称呼母后，当真是贱婢庶女不懂礼数。三皇子妃，请吧。竟对皇后娘娘不敬！我没有，是茶碗太烫了，一杯茶都拿不稳。这宫中的规矩，你是一点都没学会。来人，拖出去，杖责30。母后，婉儿身子娇弱，承受不起后宫刑罚。如若母后要打，就打儿臣吧。等我坐稳了位置，有你好看。夫君，是婉儿惹母后不高兴了，婉儿自甘领罚。母后，婉儿如此懂事乖巧，你又何苦为难她？好，好，好，为了个狐妹子，你3番5次的顶撞哀家，你好大的胆子！一切皆是儿臣自愿。至于那霍昭音，我已经许诺给她，待婉儿过门2月之后，自会娶她入门，当做贵妾。皇后娘娘，出大事了！慌什么？说。有消息传来，摄政王迎娶了霍大小姐。什么？你说什么？摄政王不是死了吗？消息来报，昨日摄政王的确前往相府娶走了霍大小姐。昨天他们说的竟都是真的。霍昭音，我都许诺2个月后娶你做贵妾，你为了气我，竟然嫁给一个死人。姐姐眼见嫁不成明清哥哥，便自甘下贱，嫁给了一个死人冲喜。姐姐，你为何要如此糟践自己？霍昭音，你以为嫁进摄政王府就能压我一头吗？摄政王妃，说的好听，不过就是个冲喜新娘，搞不好还会成为陪葬品。愚蠢至极！嫁给摄政王无异于守活寡。霍昭音这个女人，为了气我，真是不择手段。母后，儿臣有事，先请退下了。让你买的东西都买到了吗？启禀3殿下，全京城仅此1颗的假死药被属下买到了。立刻将盒子送去摄政王府。记住，
务必亲自交到霍昭音手里，我进宫面圣。是。霍昭音，这都是你逼我的。却铺天盖地，只为簇拥你。于是你名字在我命运里有真实的呼吸。你终于想证明我的勇气，我属于你。王爷真是年轻力壮，折腾了足足半宿。怎么了，阿月？连天的烟火照亮我愚蠢。没什么。王爷，三皇子派人给王妃送了礼物。云堂，拿进来。念给本王听。霍昭音，我既许了你贵妾之愿，便不会食言。盒子里是假死药，今日我会安排你假死，逃出摄政王府。你只需配合我便好，不要为了志气，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他许你为贵妾，你心里还有他？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我与他早已再无瓜葛。阿爷，这假死药全城只有一颗，我既无意跟他走，这假死药与我自然没有意义。时都日上三竿了，我们再不去给太妃请安，怕是不妥。无妨，母妃不会在意这些礼节。王爷，三皇子带着御林军冲进王府，说是如何？说是奉旨前来安葬摄政王。我能解决。若有事情，随时唤我。霍昭音，你竟敢！竟敢什么？我还没问三殿下，大早上来我摄政王府干什么？霍昭音，你为了得到我的重视，还真是费尽心机。眼看嫁给我不成，竟然选择自甘下贱，嫁给一个死人冲喜。霍昭音，我许诺给你一样的东西，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保证你能活得好好的。陆明清，你哪儿来的脸跑到我面前说这些？你的许诺算个屁！好，好，好，有你求我的时候。摄政王妃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有旨，摄政王既已薨逝，祖制昭然，王妃当以身相续，随王爷入葬。陛下有旨，摄政王既已薨逝，祖制昭然，王妃当以身相续，随王爷入葬。三皇子，动作好快啊！摄政王尸骨未寒，
你就这么着急送我上路？明明给他送了信，怎么还是这般态度？罢了，左右是昨日之事，令他心中有气。别闹了，我知你是因为昨日之事伤心，但现在圣旨已下，你若再逞强斗狠的话，只会连累更多的人。哦，那三皇子认为我应当怎么做呢？这般态度，果然还是因为我娶了丝婉而生气。把你装进棺材，只是做给外人看的。我到时候会安排你假死。然后呢？然后，等风头过了，自然会给你换个身份。当然，做贵妾的承诺也依然算数。三殿下，你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我会像一个傻子一样任你摆布吗？贱人，你耍我！贱人多难听啊！你现在应该叫我皇叔。你，霍昭音，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我走，保你性命。陆明清，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你以为你一句话就能让我跟你走？你是谁？好，霍昭音，你今日想走也得走，不想走也得走，由不得你。来人，开棺。是。把霍昭音给我押进棺材。霍昭音，你迟早会知道我是对的。本王倒是要看，谁要活埋本王的王妃？谁要活埋本王的王妃？皇叔，没死。怎么，明清大臣很希望我死？不敢。你看我像死人？不像。听见了？你皇叔母说不信，善待棺材中本王的王府，还对本王的王妃大呼小叫，还把本王放在眼里吗？本王前去相府的时候，发现侍卫正在为难本王王妃，这件事是不是你怂恿的？那是本王在问你是还是不是？再有下次，皇后也救不了。滚！是。走。我为王爷解毒，王爷倒好，想勒死我。阿英都辛苦替我解毒了，还没说要做哪3件事呢。这第一件事便是请王爷陪我回门，其他的日后再说。作为夫君，陪你回门也算帮忙。王爷贵为摄政王，便是不回门，也无人敢智慧半句。你陪我回门，是昭英占了便宜。看来我还得加倍的对他好，这样他才会知道，他霍昭音值得。来人，本王爷练剑！夫君这是怎么了？
没关系，就是有些公务比较难缠。明日便是回门之日，听说父亲回来了，夫君可有为我准备回门礼？放心，母后早已都备好了。小玉，我可是三皇子妃，我父亲都是当朝宰相，就这么点回门礼，怎么拿得出手？前世，我赵英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哪怕我准备的没有这么多，可他却毫不在意。我儿子会如此市侩？这是回门礼的礼单，你看看。夫君，回门礼不过是图个吉利，只要你真心待我，父亲他不会见怪的。此生，我定不负你。婉儿，回门礼只是图个吉利嘛，况且岳父大人也不是贪财之人。本就听说那摄政王没死，霍昭音他娘还给他留了那么多嫁妆，等明日他回门，这点回门礼肯定比不上他。林清哥哥，姐姐常得父亲青睐，本就在相府压我一头，若是这回门礼上再比他少，日后回娘家更是要被人瞧不起。我的脸面也就罢了，毕竟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明清哥哥是三皇子，若是我连累你被人看不起，婉儿定会自责到寝食难安。放肆！相府怎敢如此看轻你？小玉，现在去把我的私库打开，三皇子妃无论看中什么，通通拿走。是。不是吩咐景恒让你好好休息吗？儿媳给母妃请安，儿媳来晚了，请母妃走法。哎呀，快起来！你这孩子，规矩比我这太妃还多。纵然昭音并非凤体，但凭她这番仪态得体，已堪为良配。摄政王府没有那些俗礼，你跟景恒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来人，把回门礼单拿上来，给茵茵过目。快看看还缺什么，我再给你补上。母妃，父亲不好金银俗物，回门礼只是图个吉利，请母妃收回。你们二人成婚仓促，你父亲必然会担心。这些回门礼，一是感谢你父亲为我们摄政王府养了个好媳妇儿，二是为了让你父亲相信我们摄政王府定不会亏待于你，这样他才好将你放心托付。母妃思虑周全，昭音确实不公。殿下，三皇子妃将您私库的东西搬走了将近一半。什么？我……殿下，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20万两天装册子，还有父亲给我的嫁妆。待下人清点完后，都搬去殿下私库，以后留给殿下在朝中打点官场用。赵音，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为何
总是想起霍昭音那个不知好歹的女人，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姐姐步子这么急，莫不是怕别人看见姐姐没人陪伴，独自回门？唉，也是，姐姐为了气明清哥哥，连嫁进摄政王府冲喜的事都做得出来。我家小姐好得很，倒是二小姐这阵仗，怕不是把三皇子的私库都给搬完了。那是夫君爱我，才这么舍得。倒是姐姐嫁进了摄政王府，结果却两手空空的就回来了。霍昭音，你若是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当贵妾的承诺依旧还算数。看来三皇子已经忘了之前的教训，要我帮你回忆回忆。现实。明清哥哥，今日回门，姐姐空手而归，相府定当极其重视我们。霍昭音，我如今是三皇子妃，独得明清哥哥恩宠。你即便成了摄政王妃又如何？回门无人相伴，拿什么跟我比？前世因我识人不强，连累爹爹死无全尸，还好这一世我还能再见到爹爹。爹爹，都嫁人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冒冒失失的？女儿太想念爹爹了。是啊，为父也没想到此次赈灾居然去了3个月。回家之后，家中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爹爹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哎呀，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茵茵的大婚。老爷，大小姐急心反事，嫁去三皇子府，必然是安然无虞啊。启禀老爷，是二小姐嫁去了三皇子府。什么？老爷，前几日大小姐发现二小姐和三皇子苟合，退婚了。逆女，岂有此理！无媒苟合，抢姐姐的夫婿，我相府怎会养出这等不知廉耻的女儿？老爷，当务之急，咱还是要安抚大小姐为重。哎，老爷，大小姐嫁去了摄政王府，王府孝年刚走不远。茵茵怎会嫁给摄政王？摄政王不是重伤濒死吗？这小的也不知，小的只知今日三皇子迎娶二小姐时，对大小姐百般奚落，还命人脱了大小姐的婚服。府中下人都被三皇子带来的人扣下了，是摄政王赶来接走了大小姐。庶子岂敢！林清，你大婚在即，背信弃义，还敢当众折辱我的茵茵，当我是死的吗？老爷，明日便是回门日，大小姐和二小姐都会回来，到时候咱们帮大小姐想办法也不迟啊。你说的也对。哎，爹爹，您总算回来了，还好赶上了我和明清哥哥回门。小婿见过岳父大人。霍某人可当不起三皇子殿下一声岳父大人，毕竟你娶的也不是茵茵。霍某人可当不起三皇子殿下一声岳父大人，毕竟你娶的也不是茵茵。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只有姐姐才是女儿，我就不是？待字闺中与人私通，抢自己姐姐的夫婿，我相府什么时候出了你这样的逆女？爹爹，我也是您的女儿啊，您不能只听姐姐的一面之词。岳父大人，是他霍昭音自己选择的嫁给摄政王。早在几日之前，我便许诺过他，待婉儿过门2月之后，我便会娶她过门做贵妾，是他自己一意孤行。闭嘴！
还有你，此事已经在京中传开，还需要他人跟我说吗？我相府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还有你，当初怎么信誓旦旦向我保证的？爹爹，我和明清哥哥是情投意合，他霍昭音才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爹爹，你不要被霍昭音这个贱人蒙蔽了。义女，礼义廉耻，你是一样都没有学会。你拿什么跟茵茵比？凭什么？连爹爹都是如此看重你。好啊，亏得婉儿昨日拼命争取回门礼，她进门之后，你就没一个好脸色。她霍昭音空手回门，你却心疼的要命。婉儿果然说的没错，相府就是偏袒的霍昭音。霍昭音，看到了吗？明清哥哥又是将私库给我，又是陪我回门，你却只能空着手独自回门。你是京城第一贵女又如何？好女人你只能得到名声，而坏女人我能得到一切。于你们而言，重要的不过是钱财和权势；于我而言，这些都不重要。霍昭音，你自己说钱财权势对你不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为何要嫁入摄政王府？不就是想着要压我而已吗？爹爹，我好心提醒您，姐姐嫁进摄政王府，不过就是一个冲喜的新娘，而且今日还空着手独自回门，可见她在婆家根本就不受待见。这逆女虽然颠倒黑白，可昭音今日独自回门，却是不争的事实。难道昭音真是去冲喜的？摄政王府又真的苛待于她？爹爹，我在摄政王府并未受到苛待，全府上下对我都是极好的。老爷，小姐说的没错。笑话，全京城谁人不知她嫁给一个死人冲喜？霍昭音呢？霍昭音，如果你真的过得好，别说回门礼，怎么就连一个王府的下人都没见到？难道说摄政王府就是这么对你好？此话当真？爹爹，随从是我不让跟的，我有云堂就够了。而且待会儿……霍昭音，你别装了，我都替你害臊。岳父，小婿此次回门备了大量回门礼，来人，抬回门礼。爹爹，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跟霍昭音的区别。而且将来夫君还会成为储君，未来爹爹也会因为夫君而飞黄腾达，而他霍昭音不过就是一个不受待见的高门弃妇。爹若是还没老糊涂，就应该明白，今后谁才是您的倚仗。住嘴！姐姐，我知道你嫉妒我用夫君的私库做回门礼，但是我们也是姐妹，你大可不必如此恼羞成怒。恼羞成怒？爹爹向来不好金银俗物，而你却把爹爹看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你说什么？爹爹，摄政王府全府上下真的对我都很好，待会儿回门礼就会有人送我。霍昭音，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霍昭音呢？霍昭音，你就算想证明自己过得还不错，至于用这种谎话来欺骗岳父吗？启禀王妃，太妃给王妃准备的回门礼车队装载过重，行路缓慢，这才延误了时辰，请王妃见谅。上礼。哈哈哈哈！好，看来真如茵茵所说，摄政王府对你真是极其重视的呀。霍大人，这内院放不下，王府回门礼就直接给您放入库房了。这是礼单清册，请霍大人过目。不可能，她一个弃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回门礼？敢对王妃出言不逊，也要掂量掂量，能否承受住我们王爷的怒火。你是不是被他买通，专程过来做戏的？一定是的，
我昭音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惯会使用这些把戏。父亲，你可别被她骗了。摄政王府当真如此重视霍昭音？他凭什么？住口！怎么还不让说？爹，你可别忘了，姐姐可是有他娘给她留下来的丰厚嫁妆，买通这些人做戏，对她来说易如反掌。都是爹爹不好，害我的茵茵嫁人冲喜，还要找人做戏让我安心。唉，茵茵，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爹爹，有些人越缺什么，就越表现什么。可惜呀，你的钱只能买来下人为你卖命，却买不到摄政王的心。他堂堂一个战神，怎么可能受你驱使？若我甘愿受他驱使呢？若我甘愿受他驱使呢？怎么可能？摄政王真的来了！小婿问岳父大人安。今日突发公务缠身，耽误了陪阿音一同回眸，还请岳父大人莫怪。啊，无妨，无妨。我昭音，你凭什么？方才便是你对本王的王妃不敬。姐夫，我跟姐姐开玩笑呢。姐夫，三皇子，你倒是娶了个好媳妇，把皇家的规矩都忘了。给皇叔请安。还有呢？还有，给皇叔母请安。给皇叔母请安。他这是给我出气。行了，免礼吧。今日霍某家宴，时辰不早了，便不留二位了。来人，送客。送客？父亲，你当真不认我这个女儿啊？我说过，相府养不出不知廉耻、黑白颠倒的女儿。这些回门礼，咱便自行带回吧。很好，父亲，你若是日后不再认女儿，那女儿也便不认这个父亲了。只是等女儿日后成了皇后，父亲可别后悔。金哥哥，王爷家的全是茵茵平日爱吃的菜，看来王爷对茵茵应当很是上心。他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菜？去给王妃做些吃食。另外，去问问云堂，王妃的衣食喜好，事无巨细，本王都要知道。属下领命。小婿出门前受母妃嘱托，定要替她向您表达感谢。太妃娘娘谢我什么？母妃感谢您培养出阿音这么好的女儿，摄政王府必定善待她，尊重她。云叔啊，我们的女儿看来找了个好夫家。太妃娘娘过誉了，日后小女就拜托王爷和太妃了。若是日后你们二人过得不开心了，还请王爷将她好好的送回来给我，我来养她。阿音是整个摄政王府的吉星，更是我一生要守护的妻子。她这辈子只有丧夫，没有和离。她这辈子只有丧夫，没有和离。他居然说不合理，
明明约好了之后我会自请和离，他这是想让爹爹安心。茵茵得王爷这般厚爱，老臣也算是放心了，请。爹，我走了，女儿拜别爹爹。爷爷照顾好自己。王爷，您让霓裳阁掌柜给王妃修复的那串璎珞修好了。去霓裳阁。是。今日多谢王爷替我解围。阿英不怪我来晚了。王爷答应陪我回门，并且做到了，为何要怪你？我知道阿英善解人意，所以早就准备好了赔礼。下车吧。我们不是要回王府吗？看看不就知道了。8月后是皇后寿宴，今日来此为你定做几身衣裳。见过王爷王妃。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自然。这衣服可是……这件衣服我要了。这件衣服我要了。霍昭音，又是你！霍昭音，今日你让我颜面尽失，这里的东西你一件都别想要。把这件衣服包起来，我要送给我的婉儿。你是聋了吗？明清哥哥叫你将这件衣服包起来。正是因为小的耳聪目明，所以才不敢动。这可是王爷的东西。哦，想必皇叔不至于跟我一个小辈抢。皇叔都没意见，还不快给我包起来！大胆贱民！难道你想违抗三皇子的命令不成？回三皇子，这是从西域进贡的浮光锦，非位高权重者不可拥有。三皇子有的是珍稀之宝，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这非要小的明说，这浮光锦是皇上御赐给王爷的东西。御赐之物，你为何不早说？对，明清哥哥，御赐之物怎会随随便便放在这商铺？定是这妾嫔不想将这浮光锦给我编出来的借口。哎，不，这可是王爷送来给王妃定做衣裳的，只是暂时存在小人这里。这御赐之物随随便便就放在此处，你当这里是摄政王府开的不成？快点包起来，快点！这小的就做不了主了。王妃，这是本殿的地契，王爷说这是今日回门吃到的赔礼。王妃，这是本殿的地契，王爷说这是今日回门迟到的赔礼。不可能！霓裳阁受全京城贵女追捧，凭什么就成了他霍昭音的？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不是演戏给我看的吗？可为何皇叔连霓裳阁都赠他了？陆景和，你为什么要活过来？你要是死了，霍昭音就还是我的。可不甘心，霍昭音，你给我等着！等你惹得摄政王厌弃，看你还拿什么得意！霍昭音，你给我等着！王爷，方才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你若开口便跟我推却，还怎么看他二人气急败坏了？王爷捉弄起人来，倒是一把好手。能逗阿英一笑，那便是值得。
这是王爷送给王妃的新婚礼物，还请王妃过目。哈，王爷特命我找来最好的工匠，连日赶工修复的，说是对王妃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知道的？你的事，我知道的再多。原来这就是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吗？近日去三皇子宫中的暗哨可有消息？听说霍思婉那日回去后便整日闹腾，砸了三皇子好些东西。闹些好，他不闹，我这盘棋还怎么下？安少还说霍思婉今日命人出宫买了鸳鸯伞，后天便是皇后的寿辰，看来她是按耐不住。那是浮光姐，听说是西域进贡的，经常携此一块，穿到摄政王妃身上，当真是相得益彰啊！摄政王妃不愧是京城第一贵女，这风华气质，无人能出其右。这是西域进贡的杏酪酥，极其难得，女子食之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姐姐为何不吃啊？这可是皇后娘娘特意命人准备的，切莫辜负了母后的一番好意。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已经将鸳鸯伞放进摄政王妃的糕点里了。偏殿的人都安排好了吗？依照您的吩咐，安排了4、5个壮汉。我不喜甜食，若妹妹喜欢，便将我这一份也吃了。你我姐妹不分彼此。摄政王妃从入席开始就未进食一口，本宫的寿宴就这么入不得你的眼吗？霍昭耶，我看今日这糕点你是不吃也得吃。自从姐姐加入摄政王府后，似乎已经不把皇家看在眼里了呢。昭音不敢。霍昭耶，那日我与明清哥哥欢好，你故意带人来看我笑话。今日我便让全京城贵人都看到你被野男人睡得浪荡模样。他怎么没有一点反应？何事慌张？启禀皇后娘娘，到底何事？大声说话！三皇子在偏殿非礼了林将军的嫡女林思瑶。三皇子在偏殿非礼了林将军的嫡女林思瑶。我只让王爷帮我换掉糕点，为何会这样？明日皇后寿宴，昭音得到消息，三皇子妃会在我的吃食里下药，所以阿英的第2件事是让本王帮你把东西换掉。好，一定让阿英满意。本宫今日有些乏了，寿宴到此结束。臣妾告退。带路。是。霍昭言，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妹妹，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妒忌我拥有了明清哥哥，你得不到就要毁掉他，你好狠毒的心！论身份，我是你的皇叔母；论地位，原来到现在你都不如我，我有什么好嫉妒你的？有这功夫，还是快去看看你的明清哥哥吧。你等着，这事没完！我的茵茵果然霸气。是
王爷许愿。夫人陪我去看这场好戏吧。救命啊！别走，别走！救命啊！马可，住手！都给我退下！是啊，贱人，你故意的对吧？你就是故意的，贱人！老妖婆，放开我！够了，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求皇后娘娘为臣女做主。起身说话。臣女不过是在此偏殿休息，谁知三皇子却突然冲进来，非礼臣女，臣女当众丢了清白，日后还是没脸见人了。今日之事是三皇子有错在先，本宫明日便向皇上请旨赐婚。从今往后，你就是三皇子妃。母后，他若是三皇子妃，那我算什么？自然是侧妃。凭什么？我凭什么要给他让位？就凭你被逐出家门，就凭她是林将军的独女。明镜哥哥，你不会娶她的，对不对？婉儿，三皇子好雅兴，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强抢民女之事。三皇子好雅兴，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强抢民女之事。摄政王莫要血口喷人，明清和思瑶本就两情相悦，我早已许诺他们二人成婚，何来的强抢民女之说？皇后言重了，我不过是饭后带阿英到处走动，碰巧瞧见这等不雅之事，情急之下心直口快了些。姐姐，你怎么嫁给别人了？本王的女人你也敢碰？告诉你，没有下次，否则皇后管教不好儿子，本王不介意代为管教。爷爷，赐婚圣旨都下来了，霍思婉还坐得住吗？安慰来报，说是今早便吵起来了，还砸了三皇子最爱的灯焰。他倒是比我有心思。霍思婉，你干什么？陆明清，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一生一世一双人，你现在要娶林思瑶做正妻？我那实属是骑虎难下，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的。我理解你，那谁理解我啊？贬妻为妾，奇耻大辱。哎呀，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待我日后登基，那皇后之位定是属于你的。你少拿登基来搪塞我。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看中那林思瑶有个将军爹做靠山，与你有助力。那我在朝中多些助力怎么了？所以你这是承认了，你就是看中他娘家的势力。霍思婉，你何时变得如此不识大体？我又不识大体，那谁识大体？霍昭音吗？实在不可理喻。那日你神志不清，想要冲过去抱他，我就看出来了。你这是看她嫁人了，又惦记上了。可惜呀，她现在多看你一眼都不愿。林清，你就是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懦夫！来人，侧妃给我送去净慈寺清修。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送回来。是。甚至拿出自己下为你抛宝宝。母后今日为我许了兵部尚书之女做侧妃，你可愿意？婚姻大事，但凭母后做主。你当真这么想？为妻者，为夫纳妾是本分。家有贤妻，
我心甚慰。这是……我记得这些珠钗首饰是你的嫁妆，为何如今要加入这聘礼单中？如今正是殿下取得储君之位的关键时机，上下都需钱财打点。我的嫁妆能填补的，便补上了。少婉儿，是明知我娶林将军之女是逼不得已，还跟我讲这口话，难道你真的不敢说吗？这霍思婉近日倒是安生的有些出奇了。那位林将军之女昨日便过门了，以她的性格，怎么还没闹起来？东西取到了吗？派人送去净慈寺。看到这圆房之物，我就不信我那妹妹还能坐得住。他真的与那贱人圆房了，不行，不能将这位置白白拱手让人。不好了，殿下，霍侧妃在慈净寺想不开自杀了。什么？净慈寺那边刚传来消息。快，备马！婉儿，婉儿，你来做什么？三皇子心腹入门，喜不自胜，怎有闲心来我这清修之地？婉儿，我知错了，都是我不好。你怎么这么傻？我若是不傻，便不会义无反顾的嫁给你，更不会相信你的一生你是一双人。婉儿，我真的错了。这次娶林氏我是迫不得已。丞相大人与你断了亲，他定然就不会再住。但如若我取得林将军的支持，太子之位指日可待。到时我再让你当太子妃，可好？当真？当真，我发誓。侧妃回府见了本宫，为何不行礼？你一个刚进府的贱人，也配让我给你行礼？先进门又如何？如今我为正妻，你为妾，在我面前，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小伏低，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倒是想知道，你要怎么让我吃不了兜着走？霍侧妃的份例，日后不必再送。你岂敢！本宫为正妻，理应执掌中会。贱妾的份例，不过是我动动嘴皮子的事。贱人，你给我等着！还是侧妃你有手段。这几日，殿下日日宿在您房中。那位只有眼红的份儿。他敢夺我份里，我便让他独守空房，做个有名无实的正妻。本王怎不知阿英还有收集原帕的癖好？怎么什么事都瞒不过王爷？两女相争，三皇子不堪其扰。今日上朝身形憔悴，被皇上好一通斥责，阿英可真是好计谋。这才哪到哪？不明前我也让你一无所有，生不如死。皇妃，这不是多年前夫人给您绣的锦帕吗？送去给三皇子正妃。是。
思婉，没想到你竟然是冒领了救命之恩才得到殿下宠爱。不知殿下知道真相之后，还会不会多看你一眼？殿下，臣妾今日听闻您的一件旧事。哦，殿下，先看看此物，殿下一看便知。这手帕。是你救了我。皇家的令牌，是我救的你。难怪后来我从未见过司马用着手帕。来人，将司马给本王带上来。是你冒领了霍昭音的救命之恩。夫君，你在说什么？我问你，是不是你冒领了霍昭音的救我之恩？这手帕是当年救我之人所拥有。是又如何？是陆明清，是我冒领了功劳，但最后伤害霍昭音的不还是你吗？你当真不知道是谁救了你吗？你只是不敢认。你认了还怎么心安理得的折磨他？怎么证明你陆明清不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霍思婉，你好大的胆子！殿下，现在总该看清这些年捧在心尖上的是个什么货色了吧？原来是你！今日给我找死！霍思婉，你疯了吗？她可是林将军的独女，你杀了她，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林将军独女又如何？如今已经被你识破了真相，你定然不会放过我。那我也不会让你顺心。你疯了！你简直不可理喻！闪开！林将军痛失爱女，联合20位朝臣上书讨伐陆明清。在我爹和陆景恒共同施压下，皇上终于褫夺了陆明清的皇子之位，贬为庶民，不日发配至青州充军。茵茵才是当年救我之人，可我却一直在伤害她。不行，我一定要求得她的原谅。站住！站住！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可是三皇子！原来是被贬为庶民的三皇子啊！我虽被贬为庶民，可我也依旧是父皇母后的亲儿子。赶紧通禀，借茵茵。王爷早有吩咐，前三皇子若来，无需通禀，直接请回，请吧。好你个陆景恒，不让我接茵茵是吧？你是不是怕茵心里还惦记着我啊？你们两个狗东西！前三皇子躺在这里，是如今被贬为庶民，想讹摄政王府一笔不成？前三皇子躺在这里，是如今被贬为庶民，想讹摄政王府一笔不成？茵茵，茵茵，我知道那日是你救了我，只是我后来遭了霍思婉欺骗，所以才把她当成了你。
雨山爱错爱了这么多年。你今日专程来一趟，就是为了说这个？茵茵，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上一世有过一段幸福的夫妻时光，就因为我一时糊涂，所以才导致现在这种情况。茵茵，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幸福的日子。陆明清，你既然记得前世这些破事，那你是向天借的胆，才敢跑来向我求原谅的吗？你也重生了？怪不得你换掉婚约，宁愿嫁给一个死人。总算不成，可有一点你错了，王爷不是死人，他是我的夫君。茵茵，我知你恼我，我也知我罪孽深重，但是我这一次真的知道我自己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用一生来弥补你好吗？弥补？你拿什么弥补？别说你还是三皇子时便争不过我，现在被贬为庶民，你怎么还敢跑到摄政王府来撬本王的墙角？你争不过你？你不知道上一世茵茵眼里心里全部都是我吗？她这一世之所以选择嫁给你，无非就是想要报复我，对吧？而且你现在最多只是得了一个夫君的名分，茵茵心里、眼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是吗？天大的笑话！前世你为了霍思婉夺我霍家满门，甚至亲手取我性命，是哪来的脸觉得我心中有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欣欣，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你跟我走好不好？你只要跟我走，回去之后我任你打，任你骂，只要你愿意陪在我身边。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带走的。莫说你现在是一介庶民，不日便要发配边关，就算你还是当朝三皇子，也休想带走本王的王妃。皇叔，我与茵茵有误会，请皇叔成全。成全？你也配？莫说她现在是摄政王妃，就算不是，她也是相府嫡女，高不可攀。你看看你现在，浑身上下有哪点配得上你？茵茵她不是贪图富贵之人，最起码我能给茵茵她想要的爱。真晦气！我家小姐要你的爱做什么？像你这样的疯子，在我们村那是黄金百两都讨不到老婆的。没想到啊，陆明清，你也有今天。你这个贱人，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都敢舔着脸出现在姐姐面前，我为何不敢？可惜呀，你就算像条狗一样对着她摇尾乞怜，她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贱人，闭嘴！我就要说，你现在没了三皇子之位，算个什么东西？走了。霍昭音，我变成如今这样都是你害的，你要对我负责。我害的你？天大的笑！从小到大，小姐得到的每份赏赐都会分你一份，就连外祖家送来的礼也会记着给你备同等的。你能去书院上学，都是小姐向老爷求来的。可你呢？这10几年来，你算计过小姐多少回？小姐好几次差点都没命了，甚至连小姐订婚5年的夫君，你也要用你肮脏手段抢走。霍思婉，你一个天生恶棍，怎么好意思说我家小姐害的你？那又如何？真不过那是她技不如人。那你觉得，你冒领救命之恩的证据为何这么多年都没出现，却偏偏出现在了林小姐过门之后？是你！是我！贱人，
毒？你可以算计我，但我不可以反击，否则就是狠毒。而你因为一时的嫉妒就杀死了林小姐，那你岂不是恶毒至极？他来抢我的东西，他就该死！霍昭音，你害我失去了所有，你也该死！你小心！就这么死，岂不是给你？都听夫人。把他们的手脚都打断，今日便送去流放府，在路上好好的照顾他。还不快动手！下去！让他们这少了女儿。快点，今晚到不了驿站，耽误老子吃肉，老子扒了你的皮！官爷，给我口吃的吧。想要吃的？官爷，我什么？要想要吃的，付出点代价怎么行？官爷，我不吃了。疏忽，那位贵人说给他们留口气儿就行，没说不能碰啊。来吧，宝贝儿。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们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为了一个馒头，自甘下贱的人是你，与我何干？若不是嫁给你，我怎会沦落至此？说到底，都是因为你无能。为了一个馒头，自甘下贱的人是你，与我何干？永远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官爷，给口水喝吧。喝完，今晚再好好伺候爷几个。陆明谦，你个狗东西！你疯了！这水里有毒。你是说有人将差役迷晕，把他们带走了？我们的人到的时候，差役还没醒，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只有水袋，应该是在水里下了迷药。到底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救他们？这时候想救他，同时有这个能力，
也就只有皇后。母后，我和明清哥哥一路上受尽毒打，要不是我求来吃食，明清哥哥怕是已经被饿死了。明清哥哥从小金尊玉贵，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啊？母后，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如今想要翻身，皇后便是唯一的机会。他们竟敢如此对待我儿！母后，明清哥哥可是您唯一的儿子，他若是就此消沉，您日后也没了倚仗啊！皇上连父子情分都不顾，明清这一流放，怕是日后我的位置也坐不稳。放心，明清是我儿子，我自会为他打算。谢母。启禀王爷王妃，宫中暗卫来报，皇后今日的确乔装出马。走吧，进宫。来人，将三皇子扶上马车。是是。马车会将你们送往青州，到时候将这封信送到沈将军手上，他是明清的舅父，自会为你们安排好后路。路上照顾好明清，儿媳定不负母后所托。皇后娘娘今日身体抱恙，不宜见客，王妃请回吧。本宫今日刚好带了千年人参，给皇后娘娘补补气血。王妃留步，若是被打扰，惹了娘娘不高兴，奴婢会受责罚的。王妃就饶了奴婢吧。我与皇后娘娘多年感情，我看望她，她不会不高兴。王妃，让她进来吧。是。本想抓她私自出宫放人的把柄，没想到她的动作倒是挺快。摄政王妃今日怎么有闲心来看望本宫？三皇子这一走，我怕皇后娘娘膝下无人寂寞，特意来陪陪娘娘。本宫还没找你算账，你倒嘲讽起本宫。昭音不敢，只是不知皇后娘娘有何事要与昭音清算。前几日众臣弹劾，摄政王帮着林将军也就罢了，连你爹也跟着讨伐。明清也是他的女婿，他如此不顾及温煦之情，你敢说这与你无关？昭音无辜，昭音真不知。只是皇后娘娘如此笃定，可有何证据？本宫的，您当然没有。就如今日，您私自放走流放要犯，昭音也没有抓到证据。您当然没有。就如今日，您私自放走流放要犯，昭音也没有抓到证据。你在说什么？听不明白。无妨。那昭音再多提醒娘娘一句，有些路一旦走上了，那就是绝了。皇后娘娘，小心。胡言乱语。言尽于此，告辞。虚张声势的贱人，仗着有摄政王撑腰，就敢来挑衅本宫。等摄政王没了，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怎么了？怎么如此慌张？不好了，王妃，刚刚宫里传来圣旨，燕王爷亲自带兵出征。怎会突然要打仗？说是位于南境边陲的青州传来急报，南越国最近屡屡来犯，驻守在青州的沈大将军快撑不住了，请求朝廷增援。南越国来势汹汹，眼下朝中唯有战神摄政王方能与之一战。青州沈将军，王爷不能去青州。
阿英这是怎么了？王爷，你不许去！幻花凋落，你都知道了。看来王爷是打算不告而别了。风起萧瑟，如一曲。我现在要王爷做的第3件事，就是不要去出征。情断谁合？爱上有几多？天涯望月几多？不要闹脾气。我没有闹脾气。我的第3件事，就是不要去打仗。你可知那青州的沈将军是皇后的亲弟？此次南越来犯，怕是专门为你设的陷阱。头一次看到阿英这么紧张。你还笑得出来？我不管，反正你不许去。你是摄政王，王命于你而言没有那么难为。纵使皇命可为，那民意，青州城30万百姓的性命悬于剑上，我不去，就是放任他们去死。我是摄政王，受万民爱戴，万民敬我，我亦爱万民。原来你都知道是陷阱。清秋过山，空也去尽，我身畔一份暖絮，谁人为伴？负我无须。你要与我何意？此去前路凶险，九死一生。若真的回不来，我不能让我的阿英再受人诟病。凭什么与我合离？我同意了吗？成亲那日你别说我，完成你的第3件事，我们便和。虽然我现在只完成了2件，我怕我没有。傅景和，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一纸和离书。看清楚了吗？我心悦你，你现在还觉得后路是和离书吗？我心悦我。独自守过漫长夜，心上人不见，自由不解。阿英是从何时开始心悦我的？阿英若不说，来福不屑一问的再深入些。我说，许是那日。你将七宝璎珞繡好给我吧。这么晚，阿英可知，我可是心心念念你很久了。当真是难送货人，我都忘了你还没有答应我第3件事呢。我就自私这么一会，行吗？来福听娘子。别留恋，别遗憾。对不起了，阿姨。青州30万百姓的性命，我不可不顾，但我一定会拼命回到你身边。等我。即刻启程。是。王妃，快醒醒！王爷他们不见了，王妃。你说什么？王爷他们走了。陆景恒，你个王八蛋，竟敢骗我！陆景恒出师2月，接连打了10几场胜仗，我本以为即将收到他班师回朝的消息，没想到
却收到了他的催命符。王妃，千州来报，王爷的军队遭到敌军反扑，城门却锁死不开。王爷他们现在生死未卜，下落不明。什么？贝玛，可是王妃，您现在怀孕不足3月，不宜长途颠簸啊。我若不去，王爷必死无疑；我若去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报！是找到摄政王踪迹了？还未。少将军，帐外有位女子要见你，她说有办法让摄政王死。哦，请进来。是。茵茵，你是来找我的吗？霍兆音，你来干嘛？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落难的时候，一路照顾你的人是我。现在你翻身了，眼里就只有他霍兆音。来人，把这个贱妇给我拖下去！走。茵茵，现在只有你我2人了。你有多久没用这只手抚过我的脸了？你疯了！放开！茵茵，你是来找我的对吧？你现在打开城门，放我军进来，皇后在我手上。茵茵，皇宫戒备森严，况且你如今没摄政王帮你，母后，你如何能控制得了？你别忘了那条皇宫密道。摄政王如今生死未卜，如今你又在我手上，就算是母后被你的人控制了，没得到你的信号，他们也断然不敢动手吧？你今日若不打开城门，我的人快马加鞭回去下令，3日后你就等着给皇后收尸吧。倘若我今日不开城门，3日后母后会死；倘若我打开城门，那摄政王就会杀回来。若他能回来，我和母后都会死。茵茵，你今日来就没打算给母后留活路吗？看来你是想放弃皇后了。只要摄政王一死，朝中再无人可威胁我。日后待我登基，我自会为母后追封，到9泉之下，母后也能瞑目。为了权力，你连生你养你的母亲都可以弃之不顾。陆明清，我真是高看你了。茵茵，就算你今日是来找摄政王的，我也不怨你。毕竟前世确实是我负了你，但是如今这般情况，那陆景恒必死无疑。与其你守着一具尸体，不如与我再续前缘。你怀孕了？你怀了他的孩子？不行，现在剁掉他！放开！来人，上堕胎药！放开我！你听我的，剁掉这个孩子，以后我们还会拥有我们更多的孩子，好不好？你放开！只要你剁掉这个孩子，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一定百般宠爱啊，好不好？百般宠爱！快，茵茵，听我的，剁掉这个孩子！不要！报！禀告少将军，城外5里处发现摄政王残兵踪迹。好，今日就是他陆景恒的死期。茵茵，等我回来，封你当皇后。殿下，殿下，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20万两天装册子。这一刀为我满门，世世为你筹谋，才换来你今日荣登大业，可换来的却是我满门抄斩，多很多，伤不及你万分之一。这一刀为我自己。下去给婉儿陪葬吧！娘娘，明清，
拿着虎符号令去开城门。可是王妃，那您呢？我尽量给你们拖时间，速去。是。少将军，屋里外发现火把，疑似是摄政王的部下。少将军歇下了。那火把，将军吩咐了，不用管。是。你个贱人！来人，你有资格！快去把他给我拿下！是。王爷，王妃之前就在此处。神呢？阿银，阿银，神呢？我走之前的确在此处。他说：“给我去找，就算掘地3尺，也把王妃给我找出来。”是。王爷，在军营内找到了他。阿银在哪儿？不知道，是让人关押了他，可你们回城突袭了军营，我顾着逃命，真的不知道他的去向。还是不够多。我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战场上失踪，姐姐可是凶多吉少了。既然不知，那就去死吧！不得杀你！明知战场凶多吉少，你为何还要来？因为我心悦你。就让这在回忆里重塑一片天地，全界温暖最烈如生一句，无论我多少爱也孤寂，他不诉你，就让我和沈将军协助冥府，被处以极刑。陆景恒此次出征，大获全胜，深得民心。皇帝自觉时日无多，主动退位于陆景恒。民情听见，则吉日定其贵地。你可知，我早就心悦于你，给你早很久很久。所以是你给了我补救。那日我落水，相思如故，白首却无处